他拍到现在很快，已经第10集了。不晓得各位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？我们边工作边玩，也边帮助我们的一些法友去回复他的应有的法量，真的蛮特别的。我觉得我做这个工作其实最大不是说赚了多少钱，而是说。OK， 哇，我们今天会不会觉得时间过很快？我们已经拍了第10集嘞，也就是说已经有10组客人上这个露营车了。其实那时候我就想打造一台这个露营车，主要目的是想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让更多人去见证这个头发的厉害，见证它的奇迹。他拍到现在很快，已经第10集了。不晓得各位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？就我的想法是说，我们边工作边玩，也边帮助我们的一些法友去回复他的应有的法量，真的蛮特别的。我觉得我做这个工作其实最大不是说赚了多少钱，而是说帮了多少人，这是真的。我觉得带给他们的是幸福感，带给我们也是一种幸福感，因为就是你有时候看到这么多客人，你看到他们就是对这件事情，对吊打这件事情一直感到困扰，对，然后就是很困扰，然后又很没有自信，然后可是让他们今天真的下定决心要想说，那我来用看仿片好了，对，然后你帮他剪完的那个瞬间，你其实会感觉到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，就是你感觉到他是快乐的，然后你感觉到他觉得这东西好像真的让他未来可以光明一点。其实身为一个美发师啊，我想问你，就是说，这个跟你过去从事现场的美发工作，跟假发的设计师，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？我觉得以前在现场可能就是简单的就是洗剪布，他的工作是很自私的。可是你接触了这个行业之后，你会去看每个客人背后的故事，然后你会从这些故事里面，坦白说，你会感动你自己，会感动自己的。会感动自己。说真的，你讲到感动，其实我们来讲一讲，这10组客人里面，其中一定有1组客人让你觉得特别有印象。那我就先讲好了。我觉得我们有1组客人，他是徐先生。其实那时候我对他印象是特别深刻，是因为其实我们在乌来附近的一个录音场拍片。可是那时候我觉得他很特别，是他已经57岁，他下车我下来的时候那一刹那，我居然看到一个57岁的大男人，他潸然的泪下，甚至坐下这个我们的访问营的时候，其实他是非常的感动，非常的激动。那你知道吗？那一刹那其实也感动，因为我回想到说，我约莫20年前的时间，他那感动跟我一样，我那感动也跟他雷同，就是头发回来的那一刹那，会觉得说，哇，天哪，我终于回来了。徐先生也是我第一次跟着团队一起出来，我在心里想说，哇，原来我做的不是就是简单的假发公司，是一份慈善事业这样的。你真的有觉得说，其实我们是帮助很多人？真的就是看到他就是下来那个笑容，就觉得我好像是在帮助别人这样子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我们露营车第一次启动的那一组，他是原住民部落嘛，然后他们的家族竟然就是在他缺发的那一天，对，然后全员到齐，而且你知道他妈妈那一天是才刚出院，对，刚开刀完。那我记得是布农族，让我想到哇，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些族人啊，他们都非常热情，非常热情。然后真的他们那天呼朋引伴，然后很多亲戚都来了。那孟轩那时候改造完，那时候真的是很感动。他的姑姑啊，他的干妈其实都有来，那也发表一些对这个发片、对他发型的看法。他讲一句话让我觉得很感动，就是说他觉得孟轩已经完成他未完成那一块拼图，就是说他原本其实是很自卑的，那有头发之后，他找回他的自信。我觉得法友的部分最印象深刻是花莲的那一位阿燕哦，阿燕，他的那个雀跃好像可以让他的小孩未来很骄傲，他是一个好爸爸那种感觉。对，而且我也觉得说，我们那一次也是
不能讲千里迢迢，但是也是开了很远的路，然后到达了花莲。朋友也很热情，他也带了他的太太，然后他太太那时候也刚怀孕，我印象也蛮深刻的。这真的很特别，就是你有一个工作，然后可以真的就是上山下，就是南投，然后台中、新竹、花莲，然后今天高雄，对，今天来到高雄，就真的是很特别的经验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花莲是因为规划很多事情，对，就我们要改造啊，然后甚至我们要去东大门，对，就是去路上随机改造，对，那个真的也是坦白讲蛮特别，这是完全没有 C 的，对。那我们只是想说，好，我们要让别人见证一下这个奇迹。那既然你是真金，就不怕火炼。其实现场找的那很多人是不可控的，因为如果说你剪得不好，或者东西很烂，它其实就嘣讲出来。如果是法友的话，我自己觉得我印象最深刻是 Mark， 我是有被他吓到，就是说，因为其实前前后后也看了很多落法者，但是他当下带来的非常多他之前身法的东西。是，没错，他准备蛮丰对，富的。他带着他的药，对，然后他的南瓜籽油，对，然后甚至身法帽，然后他也去执法过，他也去执法过，对，而且有后遗症。对，我觉得真的就看到一个人，他真的很渴望拥有头发，就像你讲的，一个男人为了想要有头发，他真的也开刀，也吃药，也花钱，但是最后那一里路是我们帮他完成，对，最后都还是选择了东王，还是选择东王。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是高雄的医疗，他是第二顶，他第二顶的发型真的让我惊艳到，他的那个发际线款，也只就是跟真的自己的发际线一样。他那个发际线真的做到非常的逼真，非常的自然。那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小小骄傲的一点，因为假发里面真的你要露出发际线来不容易。那我还是要讲，我们做这一些改造，帮每一位客人改造，其实这几乎是无偿，甚至都是赔钱在做。因为我们像我们一趟路来到高雄，光油钱、光住宿、人力成本、光物力成本、那个发片成本有多少钱？当然，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帮助更多的好朋友来上我们的车改造，然后还原他应有的头发。那最后，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？对于这样的工作，如果说也许有朋友想要加入我们，就是越来越多元，然后有跟着时代的进步，然后我们这边的工作变化也是蛮先进的。我有没有想过说会有一台露营车，我们会出差去这么多地方？那我是不是说到做到？其实有听过，比如说我想打造一台车，其实那时候车在哪都还不知道。对。然后就去买了一台车，然后就真的开始改造，包括贴整个贴膜，然后中间修改，然后添购设备，然后包括团队的发想。那每次的发想其实都是一个任务，我相信他也认同。就是你要想说你要住哪里、吃什么，然后内容是什么，在哪边拍，其实这些眉杠杠，真的不是我们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完成。我觉得一个客人他就是一个故事。漂亮，这句话我也是这样想，所以这些故事会跟着我们一起。这边就是有一个很好很棒的一个舞台的旁边的空间，让大家不管是客人还有我们自己都可以挑战，然后很有成就感。其实我最后想讲一块，就是说还有另外一群是他是目前正在做化疗，他正在做抗癌的，我称他们为斗士。那其实他们在这个抗癌的过程，会遭受到很多的挫折。那第一个挫折当然就是身心的煎熬，还有就是头发外貌的改变。让我印象深刻，我们每一年去帮助的很多儿童癌症病人这些患者，免费赠予他们头发。所以我很希望未来这样的客人是越来越少。那未来如果有需要，我觉得我们也是希望开这一台车去服务更多的朋友们，不管他今天是什么原因去掉发，因为毕竟掉发的，我相信我是非常了解、非常感同身受，所以没有错，我们是在走一条不一样的路。我相信在亚洲也没有，目前还没有一台像这样的露营车。花了一个重金，然后去打造，去帮
许多的朋友去圆他的梦，还原他的梦。所以最后是不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掌声，也期许我们未来帮助更多的客户，好不好？加油！